我辞职回到龙泉呢，初心不是为了接班的，不是为了做大师，只是给父母分担家庭压力。他回来了，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回来了。家在这儿啊。从小离开龙泉余姚那边，在外婆家里生活，杭州上学，毕业以后后来就回余姚了。发现总是骑个自行车从我们家楼下过这样。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接触的是这个釉料啊、烧成啊、唐三彩。他说他爸爸是做陶瓷的，问问他烧成的时候温度怎么控制。我们很少就是说两个人单独约会啊，都是一大堆朋友在一块儿的。这么小一个山城里面，古代的时候就有青石是世界飞鹰，大师园龙泉最早的一批沈大师以上的有12家。我们这里草仙院请了中国美院建筑学院的邵老师做的方案，生活区有工作室，还有车间、展厅、会客厅，加起来有3200平方。95年底我就辞职，跟着我父母开始学青瓷了。我父亲他以前一直在龙泉瓷厂里面上班的，那时候很多荣誉啊、称号啊。96年开始就有私人企业了，父亲他自己弄了个小窑，家里4个人做，就跟家庭作坊一样。跟父亲学青瓷每道工序，怎么样从泥变成一个坯，怎么样把坯子变成一个瓷。刚回来那段时间，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那种，挺快活的那种感觉。傍晚的时候去溪边游个泳啊，牵着狗去田埂上。99年的时候，全部都出来自己开小作坊了，竞争越来越大，要有创作的作品。龙泉森林覆盖面积特别大，下过雨之后，那个云一扒开，天就是粉蓝色的那一块，粉青呢，它很像天空的颜色。我们两个都会比较偏爱这个釉料来做自己的作品。青瓷它的釉色啊，用水这个语言来表达比较容易来体现。我的作品里面利用水的语言会比较多一点，瀑布、溪水、河水、海水。海的呼吸主要是通过拉坯，再利用挤压把海浪的形状先捏好，等它拌干以后再来修坯雕刻，像一个大的洗一样的。可能因为力气小，我把它拉坯，盘泥条成型，运用这种山的题材会比较多一点。我觉得被山包围着的感觉，它特别踏实，有安全感。开始把这个山纹用线条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后面在创新形式上，我把胎土的表面做成这种波浪起伏的小点，指纹按压的痕迹，光线照射到凹凸不平的面上的时候形成的这种光晕变化。我夫人15年前讲的，灵感是什么呢？灵感是建立在每天重复在做同样事情。我们是同行，就在家里做，天天在一起。他其实承担了好多角色，哥哥、同事、父亲的角色。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会像朋友一样相处聊天。我要去哪儿，他肯定在边上。从大的一个范围来讲，龙泉青瓷它就是陶瓷浩瀚的海洋里边的小小的一种。我自己带的班儿，有几个学生今年暑假在我的工作室里头。青瓷工艺美学教育
我觉得这要靠每个人的努力，每个人的积累。接下去，像我们下一代可以做传统的，可以做现代的，肯定是欣欣向荣的。